Breaking Bad 是美剧《绝命毒师》原名，源自美洲俚语，通常指一个人因某事发生变化，命运急转直下，继而黑化。宋太宗赵光义之所以可被称为绝命毒师，除了他本人的确是下毒小能手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 Breaking Bad 的另一种解释，良心往往丧于困地。能得到绝命毒师这个称号，离不开赵光义本人的努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太平兴国3年，即978年，赵光义亲自下诏，令翰林医官王怀隐、陈昭玉等人编撰大型医学书籍《太平盛会方》，历时10余年完成。赵光义亲自作序。这部医学典籍收集了16000多个药方，有1000多个方子出自赵光义本人之手，其中包含了很多毒药的医理及化解方法。比如卷39和卷56中记载的蛊毒和钩蚊等毒药的药性原理及中毒症状，回首前尘往事，不禁令人浮想联翩。我们先来看看那些年赵二同志在哪些事件中有下毒的嫌疑。请注意，出于严谨考虑，我说的是嫌疑，毕竟正史中没明确指定就是他干的。但如果基于最终受益者理论，恍惚可以看到这些暴毙事件背后总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。故事还要从太平兴国3年说起。那年7月初7，正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生日。这位多愁善感的亡国之君被赵匡胤幽禁后，整日以酒浇愁，写词抒发心中郁闷。这天兴致上来了，作词一首：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这首《虞美人》从此流传千古，也成了李煜的催命符。赵光义听说这事，心想这个李煜整天念叨故国，搞不好哪天就要闹事。正好自己刚在燕云那边打了败仗，军心不稳，可不能让这李煜在江南搞事情。于是一杯贺寿的毒酒就送到了李煜手中。这酒里加的毒药是千机饮，也就是俗称的马钱子。因中毒者临死前要承受极大的痛苦，肠胃剧痛，全身抽搐数小时，导致身体变形扭曲，宛如崩起的织布机般恐怖而得名。我们目光再放远一些，李煜很可能不是赵光义完成的首杀，向前追溯到郭荣执政时期。郭荣即位后，把官场不倒翁冯道逐渐边缘化，重新任用一批得力官僚，比如王溥。此人不但颇有战略眼光，也是郭荣的重要谋士。王溥曾多次提醒郭荣要提防赵家人，同时在酒后口出狂言。溥在则周朝在后世坊间一度出现天欲作宋必先王溥的说法，郭荣甚至已经把他列入未来的托孤名单。这样一个能臣，如果放在今天，应该是政治局常委级别，处于中央警卫局的保护之下。只可惜他还是大意了，没闪。公元959年，也就是后周显德6年3月15，王溥登门拜访老臣李谷，喝茶聊天，正在开心时，王溥突然倒地不起，终年54岁。请注意这个李谷，1年之后的960年，赵匡胤陈桥兵变篡位，他托病退休回洛阳老家，出行前收到昭义军节度使李云的50万钱赠礼。不久后，赵匡胤居然还专门安排人从开封跑到洛阳，赐钱30万给他。随后李谷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。李云是郭威旧部，不服赵匡胤篡位，随后反叛，遭到清剿。宋朝史官记载，李谷是担心赵匡胤追究，忧会发病而亡，也就是吓死的。但仔细看时间线，就会发现其中的蹊跷之处。赵匡胤篡位后，李谷退休，就算收了李军的钱，他无权无兵，又不在朝堂，在处事比较宽容的赵大面前，其实很好解释，总不至于被活活吓死。另外，赵匡胤送的这30万钱也莫名其妙，没有史据证实二人之前有过交情，于是后人推测这笔钱很可能是对王溥之死的封口费或安家费。因为赵氏一门不谋江山则已，要谋江山
则王溥是必除之人。回头细嚼赵匡胤对王溥一向说的那句“此人若在，朕不得此袍着”，再想想王溥在世时曾自信满满的说“溥在则周朝在”，不禁令人细思极恐。再者就是周世宗郭荣的意外病倒，当时的后周军在北伐途中如入无人之境，势如破竹，收复三州、三关10余县，辽国几乎没有有效抵抗。然而在周世宗主持的进军幽州会议上，却意外遭到众将反对，世宗大为失望，但依然决定继续北上。就在会议当晚，郭荣却突然得病。宋太祖时期任宰相的薛居正在写给太祖预览的旧5代史里，也这样记载进军幽州的大会，诸将皆以为未可，帝不听是夜，帝不愈，乃子短短17个字，却也像是隐藏着某种意味深长的玄机，颇有些欲言又止的味道。这病不光来得巧，还来得重，周世宗只能放弃近在咫尺的幽州，被迫班师，不久便去世了，年仅39岁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当时赵匡胤在军中担任重要将领。既然如此，身为其弟的赵光义十有八九也在哥哥身边。如此重要的战役，史书中竟然没有明确记载宋太宗是否在军中，可见其当时存在感极低，是个容易被忽视的影子。有人会说这过于阴谋论了。虽然周世宗39岁去世很可惜，但也不能因为赵光义善于下毒，就把一切怀疑归咎于他吧。那好，我们再提其他几起事件。孟昶是后蜀的最后一位君主，投降北宋后被赵光义接待。然而孟昶的死却充满了谜团。短短7天内，他从被接待到死去，这一过程既神秘又迅速。虽然坊间传说是孟昶路途劳顿，加上本人肥胖，引发了脑溢血之类的急症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不久之后，孟昶的妻子花蕊夫人就成了赵光义的妾室。前处是太平年剧中的重要角色，60岁时举行寿宴，赵光义派遣使者送上美酒，前处饮酒后人当晚就没了。尽管史书没有直接确认，但民间普遍认为赵光义通过毒酒消除了江南的最后一位潜在威胁，进一步巩固了北宋的权力。接下来要谈到赵家自己人了。赵匡胤的4子赵德芳，也就是后世文学作品中那个八贤王，据宋史记载，太平兴国6年去世，年仅23岁。史书只说薨，意思就是王侯去世，没有说明原因，其实就是说明了原因。虽然野史记载赵德芳的岳父王审琦以及赵匡胤3弟赵廷美死亡原因也颇为可疑，但由于赵光义在当时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这些事就暂且不放在他的头上了。赵光义善用毒药，除了他本人对医学感兴趣，条件便利也是其中因素之一。唐宋时期主要的4种毒药是镇毒、野葛、乌头、附子，后2种属于重要的中药材，被选为皇家专用的药物。北宋东京皇城东北拱辰门东有一所隶属内侍省的院东门药库，贮藏大量毒药，有数十人负责看护和管理。虽然官方严禁这些药物在市面上流通，但作为开封府尹的赵光义，如果想调用这些东西，显然具备先天的便利性。接下来自然要提到宋太祖赵匡胤了，他的死亡与赵光义这个下毒小能手有没有关系呢？赵光义的即位是合法还是弑凶，千年来争议不断。其实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好喜的，他即便不是直接动手，也万万逃脱不了干系。赵光义3次参与修改史书，均与赵匡胤的死亡和继位合法性相关，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。第一次是公元979年，宋太祖实录中，太祖暴死，赵光义在宫中和著名的烛影抚生，很多细节被删，改成了太祖暴疾而崩，并强调赵光义奉遗诏继位。这次修改后流传于世，后世文献如《宋大诏令集》中甚至收录了一份题为《开宝遗志》的文本，以证实这份遗诏的存在。但赵光义显然不久之后发现这件事办得不妥，有一个重大 bug。赵匡胤既然是突然死亡，
哪有时间长篇大论写什么遗诏，收回已经来不及了。于是便有了公元982年第二次重修宋太祖实录。这次修改加入了一个关键政治故事——金匮之盟，也就是太祖母亲杜太后临终要求兄终弟及，由赵光义继位，并把誓约藏入金匮。这事情明眼人都能看出是欲盖弥彰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隔了5年才拿出来，一看就是后补的嘛。大家不敢说，不代表心里没数。老实说，赵光义这辈子活得也挺累，一定经常午夜梦回那个雪夜，以至于公元990年时，他已进入晚年时期，仍然不忘再改一次宋太祖实录和国史，强化兄终弟及传统，淡化太祖儿子继承权和受母命继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赵光义晚年时曾打听自己的谥号，当听闻是太宗时，一度极不满意，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正是在弑兄后夺取大位的，这也进一步显示出他的心虚。那么公元976年那天晚上，赵匡胤是否真的死于烛影斧声呢？对于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，看哪种可能更符合当时的情况。首先，我们要看斧声中的这个祝福是什么东西。有人考证祝福其实是祝福的谐音，也就是拂尘，用来驱赶蚊虫，这未免太荒谬。史料记载，太祖常随身携带祝福，他又不是道士。再者，事发之时是冬天，哪来的蚊虫？他拿着一柄拂尘做什么？另外还有人说是祝福其实是拐杖，这个东西放在年富力强的赵匡胤身上，明显也很不搭。真实的祝福应该如图所示，是一种便于携带的小型把玩物件，有一定的防身作用，所以才方便被赵匡胤时常随身携带。史料记载，北宋灭后蜀之后，王全斌建议顺便拿下云南，但赵匡胤不想和大理国发生冲突，于是用手中的玉斧在地图上一挥，以大渡河为界，到此外非无所有也。意思是于大理划江而治。这便是宋挥玉斧的典故。诸子语类中，朱熹对弟子讲过，祝福是一种象征权力的小型礼器。最有名的故事是司马光的沭水记文。赵匡胤有次忙着用弹弓打鸟，不耐烦听大臣张矮汇报工作，张矮批评了他，他火冒三丈，拿起祝福敲掉了张矮的2颗门牙。张矮咽下一口血水，从容地将2颗门牙捡起来并揣入怀中。赵匡胤有些心虚，你想留着门牙当证据来告我的状吗？整个天下都是我的，你上哪儿告？臣自然不能告你，但史官会记下此事。赵匡胤顿时服软，向张矮道歉并予以厚赏。从这则故事中也可看到，祝福应该不是大物件，否则以赵匡胤那历史上排得上号的武力值，这斧头下去，张矮掉的应该不仅仅是2颗门牙，可能连脑袋也直接砍掉了。综上所述，赵匡胤不可能死在弟弟的斧头之下。要知道，赵光义只是文官，这位著名的高粱河车神，在一代武学宗师的哥哥面前，手拿一个把玩剑，根本没有一击必杀的把握。给他8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至于赵匡胤是否被下毒，则见仁见智了。两人既然是同时饮酒，赵光义如果拿出类似于阴阳转心壶这种小儿科的玩意儿，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的赵匡胤岂能不认识？而且如果赵匡胤真的中毒，没力气呼叫门外的侍卫，也与烛影斧声对不上号。赵光义只需静待哥哥死亡即可，何必画蛇添足，搞得满地是血？最大的可能是突发疾病。在中国北方，天气忽然转凉时，多是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。事发当时气温骤降，下起大雪，再加上喝了一晚上大酒，赵匡胤很可能是与弟弟聊到什么要紧问题，激动起来，一边用随身玉斧敲打桌面，一边劝弟弟好自为之。气恼之下，突然心梗或脑溢血发作猝死。从流传下来的画像就能发现，北宋的前6位皇帝，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全都是大胖子。现代医学已经证明，肥胖人群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。北宋9位皇帝中的4位，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都确诊了脑血管疾病。从家族遗传的角度来说，赵匡胤也患有遗传性高血压
和脑血管疾病的可能性非常高。而脑血管疾病的特点就是事先没有明显征兆，发病突然，病程发展迅速，致死率极高。赵光义极有可能看到哥哥发病，选择了袖手旁观，在一旁等待哥哥开始变凉了，才出门吩咐守卫，皇上已睡，不要打扰，就此断绝了赵匡胤被抢救的机会。第二天清晨，赵匡胤的尸体才被工人发现。至于史书，当然是由胜利者编写，经过赵光义后来的几次篡改，早已面目全非了。史料中对于这位一代英主的死亡原因，只有癸丑夕，帝崩于万岁殿区几个字的记载，正是对字越少，事越大这个新闻原则最生动的注脚。讲到这里，就涉及到良心往往丧于困地的俚语了。正史中赵匡胤即位后，赵光义任开封府尹，后任晋王，这两个职位集于一身，本来就是储君的代名词。赵匡胤武将出身，相比新生似锦的弟弟，他的耿直性格应该有点类似于当今的社会大哥，一味宽纵导致这个弟弟尾大不掉。几年后，随着自己儿子逐渐长大，赵匡胤必定萌生了让自己儿子继承大位的心思。因为赵光义深耕开封，党羽众多，赵匡胤甚至一度动过迁都的念头。赵光义当然看出苗头不对，心里自然产生巨大的落差和不满。从五代十国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中历练过来，还积攒了辅助赵匡胤上位的经验，无论心理层面还是技术层面，篡位这件事赵光义操作起来都轻车熟路。比较黑色幽默的是，公元997年，赵光义在汴京去世，终年59岁。之后太子赵桓继位。在《宋史》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的记载中，对于赵光义的死因也是短短数字，久病而终。有传闻，这个有名的绝命毒师真正死因也是中毒。当然，这只是来自野史或杜撰，不过从这些迹象也可见到，后世对他的风评确实槽点满满。赵光义是个复杂的人，哥哥照顾他一辈子，他却夺取哥哥的江山，又心狠手辣逼死两个侄子和弟弟，幽禁嫂子，知大才疏，攻打幽州，损失多年培养的精锐部队，至此宋朝元气大伤。这些行为引发历史对他的千年诟病。但身为政客，他执政期间也做了很多事。首先，他大力改革科举制度，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公平的科举试体系，使以往门阀垄断的官场出现松动，让普通百姓也看到了通过努力改变阶级的希望。此举大大推动了宋朝时期文化的繁荣发展。再者，他站在巨人哥哥的肩膀上，平定北汉，统一岭南，将中国南方基本全部纳入宋朝版图。还有，他在民生治理方面曾多次下诏减免赋税，鼓励垦荒。有一年冬天，开封特别寒冷，赵光义在宫中觉得天寒，于是下令给京城年老的百姓送御寒衣物和粮食木炭。雪中送炭一词正是由此而来。当然，这也可以理解为统治者的作秀，但起码他还是去做了。历史上的统治者中有很多德不配位、好大喜功、深谙权术的平庸之辈，相比有些连煤都不让老百姓烧、装都不装的帝王，赵光义居然能有些闪光点，这可能是连他本人都想不到的结果吧。